说，巴特大叔。听说你们跟鬼子骑兵干了一仗，吃亏了。吃亏了，败了，这不找您来求教了吗？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鬼子骑兵训练有素，讲究的是这个对阵，刀法扎实。别看你们都会骑马，哎，有胆量，不过没经过专门训练，这一出阵队形就乱了。在这马上打仗，和这地面上可不一样啊。是啊，可不是嘛。我们上阵的时候还没有出刀就败下阵来了。啊，我有一刀法，你们可以试试。啊，当年我在张作霖手下当骑兵连长的时候，和这白俄的土匪交过手。他们用的就是哥萨克刀法。我说啊，这个哥萨克骑兵啊，代代相传的就是这个刀法。这种刀法讲究的是，看好了，当和对方的马队马头相交的一瞬间，闪过马头来到对方的左侧，举刀的右手迅速的倒到左手，顺势唰，对方想招架，他隔着马头的不得劲儿，没等他转过身子来，他就中刀了。哎呀，过去我们在张大帅手下当骑兵啊，吃的就是这个亏，死了不少弟兄。后来我就琢磨着，这一琢磨二琢磨，就学会了这招。等我们再和他们马队打仗的时候啊，嘿，我们出刀比他们出刀还快。这个刀法呀，我就教过于丫头。大叔啊，你一定要教教我们，跟小鬼子骑兵的这口恶气，我们一定得出。不过练这个刀法呀，第一要有胆量，沉住气，贴上去你不能晃，记没记住啊？报道大叔，我们就是有勇气跟胆量。把那于丫头找上咱们一块儿练。走。好。好，看清楚没有，老九？你练。这。这。叫！启明郎，你怎么又在喝闷酒了？我光顾了一个，不喝闷酒我干嘛？哼，你也不陪我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跟你谈感情的事，我心里很乱。我真没想到，我最尊敬、最信任的舅舅会背叛了革命，更没有想到，最让人看不起的13系，反而是一支敢于和日本人英勇抗争的英雄队伍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你就一点不为他们自豪吗？自豪啥呀我？
我现在想自杀。感情这东西啊，不好。明朗，我们一起去参加13行。你去买包烟去，把门关上。我说你疯了吧？啊！现在日本人满世界找13行，你躲还躲不及呢。你要把枪口上撞。可是你答应过我，你要勇敢地站起来，和鬼子抗争的。抗争啥玩意儿啊？西进纵队厉不厉害？不还是让关东军打败了吗？13行厉不厉害？耿三儿厉不厉害？还不是让日本人追得满世界跑吗？你怎么能灭中国人的威风，长日本人的志气呢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，这不是我的事儿，也不是你的事儿。我现在关心咱俩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学学，我就喜欢你一个人，别的女人我一个我都瞧不上，我就喜欢雪琴做我齐明朗的老婆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？啊？你不就想要我这个人吗？嗯。你不就想要我这份感情吗？我给你，我都给你。干什么呀你？齐明朗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可以给你我的身子，我的感情都可以给你，你满意了吧？啊，别，你脱衣服干嘛呀你？你脱衣服干什么呀？雪琴，我想要你的情感，我想要你真正的情感，我不光是要你的身子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就结婚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我们现在就结婚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到底，你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带我去找康林，带我去找13行，我1分钟在这都待不下去了，我求求你了，齐明朗，我求求你了，带我去好不好？带我去啊！娘的，装的还挺像。13行突然消失了，我们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追击的目标。春子，好像我们又犯了一个错，可能是因为我们逼得太紧了。这个13行现在由地上转到了地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！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寻找，相信一定能找得到他们。你觉得那个小警察是13行的人吗？至少和13行有关，因为我观察他很久了，他最喜欢出入的礼器饭庄，正是13行在赵园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秘密联络点？他还相信你是共党吗？应该相信。好像你的美貌并没有让耿三爷糊涂啊。他确实是一个聪明机智的男人，能把战争搞得像演戏一样轻松。能让我几次上当的男人，我还没见过。哦，对了，蓝之渊又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情报。他说戴金耀并没有逃回山里，很有可能还隐藏在这一带。立即布置查找所有戴金耀可能藏身的地方，通知叶永年，让他叫李继把北胜帮所有的人都派出去。这一次绝不能让戴金耀再溜掉。嗨。
混！这就是革命，这就是我戴景耀的命运。女儿找不到，连一口粮食也找不到。我戴景耀被这个世界抛弃了，能怪谁呢？要怪只能怪我自己。是我主观武断，是我一意孤行，不仅断送了西进纵队，也断送了13行。戴景耀罪大恶极，戴景耀死有余辜啊！我还有什么脸活着？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自己的战友、自己的伙伴？爹！白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哪儿难受啊？我梦见我爹了。我梦见我爹。白姑娘，这是做梦的吧？戴军长已经撤回山里了。不是，九哥，我真梦见我爹了。我爹他叫我呢，他就在附近，他应该就在附近。我去找他。哎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你肯定是心里着急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你的身体很虚弱，刚受了风寒，一定要静养，听话，回铺上躺着。我真梦见我爹了。来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家里怎么样？家里怎么样？家里怎么说说？十二弟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张毛蛋，十二弟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哎，坐。十二弟，你们先聊着啊，嫂子给你做饭去。谢谢嫂子。怎么样，十二弟？你见到军首长了吗？见到了，首长对你暂时转入地下的做法非常支持。他还是那句话，保存自己是最首要的，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渡边正雄最致命的一击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军首长还让我带回来一封信，嘱咐我一定要亲自交给你。喝水。张毛蛋，出啥事了？你一路上跑累了，先去吃饭吧。哦。
见过大师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他们都一心向佛，听说这里是当年鉴真大师法脉的传承之处，心中十分向往，非常愿意来此修行啊。居士，此地清平简陋，乃出世修行之所，非世俗居士入世之地呀。大师遮相了。出世即是入世，入世即是出世，哪有出入之分呐？还望大师善纳。一切随缘吧。立正吧。这可是你一次立大功的机会。皇军已经答应了，事成之后，智勇帮、红江会，包括13省的地盘都由你来掌管。到时候，你可就是3赵地区最大的总长包了。叶先生，这买卖虽然不错，可代价也太大了，是吧？耿三儿是啥人，你比我清楚。日本人就不说了，这你我加在一块儿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这点我清楚。但是13省不除，你也没有好日子过，啊！更何况这还是你一次露脸的机会啊！什么？老首长失踪了？该不会是牺牲了吧？现在啊，还很难说。老首长当时是和西晋3支队一起突围的。西晋纵队曾经派出侦察员多次寻找，他们在3号地区找到了3支队部分同志和首长警卫排战士的尸体，唯独没有找到老首长的尸体。我估计啊，老首长活着的可能性很大。这不对呀，他要是没牺牲的话，应该有办法找到咱们。这也正是军首长最大的担心。军首长和省委领导指示，戴京耀知道的情况太多了，让咱们无论如何要找到他，千万不能让他落在鬼子的手里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件事，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，不要再往外传，尤其是暂时不要告诉白姑娘。分头去找吧。小毛子，这都已经3天了，整个3号地区方圆20里我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首长在这个地区工作多年，无论是经验，还是对地形条件的熟悉，都是别人没法比的。我有一种感觉啊，他肯定还活着。要是首长还活着的话，却没有归队，也没有找我们，那不就是……哎，咋回事？我去看看。去吧。你们在这等着。是一个姑娘死了，听说被土匪糟蹋以后啊，没脸见人，自己上吊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啊！死得好冤啊！你醒醒！
那闺女她是咋死的？哎，让他们土匪13行给害死了。13行？哎，你说抢人的东西就抢人的东西呗，还把人家黄花闺女给祸了。你说这人家还能活吗？日本人也坏，土匪13行也坏，这怎么活呀？这你们咋知道是13行干？他们自己说的呀。而且他们祸害的还不是这一个腿儿啊，还有碗家腿、长庚腿，马家腿，好几个腿都祸害了，害了不少姑娘呢。老乡，哎，我听说这些屯子不都是13行自己的地盘吗？他们咋会还在自己地盘上祸害自己呢？我听说他们好像在找啥人儿。找人？找啥人？这个我不清楚。老乡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你们这个屯子前几天来过啥生人没有？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打扮的，小工匠、小瓦匠啥的。没有。这些天这个土匪老祸害这里，这鬼子啊也经常来扫荡，这哪还有人呢？我不舍得走，守家待地的再待那么2天，没有人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还真有那么一个人，年纪还不小了，穿得破衣漏漏的，和要饭的似的。可在这一带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呀。哎，让让。13行的队伍现在虽然都在各自活动，但是这些事儿，我觉得不像是我们13行的人干的。走吧。吃饭啦！来吃饭，来。嫂子，我们自己来吧。行，你们自己盛啊，趁热吃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要说13行分散活动以后，有可能不像整体活动时候那么严，兴许会出现2个小漏洞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是要说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我倒是觉得有人打着咱们13行的旗号在外面作乱，会不会是被省帮呢？李记，吃饭吧。老大，人呢？你别提了，那闺女她自杀了。我跟你说的不是那闺女。我问你，日本人要找的人有线索吗？还没有。长包的，我们真的就算日本人的人了？废话，日本人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啊？他既然给了咱们一次做老大的机会，就得好好把握，知道吗？他们13行也风光够了，就算下雨淋，也该淋到我李记做老大了吧？可是，就会说可是的。反正咱们打的是13行的旗号做事儿，老百姓要想骂，就让他们骂13行去。回来了，五哥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长包大，回来了。老五，啥情况？长包大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确实是李记的北生帮，打着13行的旗号在四处找人呢。五哥，来帮我看看腿吧。哎，我去看看啊。张包大，你说这李记到底要找什么人呢？五哥啊，他到底要找谁呀？还不清楚，没准啊是在帮着日本人找咱们呢。李记没这么大的胆子，他哪敢大张旗鼓的找咱呢？我怀疑啊，他要找的和咱要找的是同一个人。
是首长。难道他们也知道首长没回去的事儿？别忘了，日本人的身后不是还藏着一个神秘人物吗？有事儿？我没啥事儿，我是看你有事儿。不知道是哪些乌龟王八蛋，打着13省的旗号，到处在祸害百姓，我这心里不舒坦。不是这事儿，还有庞的事儿。没了，就这事儿，就够让我头疼的了。当家的，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当家的，我已经是能投豆子的人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就该跟以前不一样，遇到事儿啊，要好好动动脑子，好好的琢磨琢磨。那行，那我问你，你看着这个烟盒吧，要犯啥愣啊？这烟盒吧，是白姑娘她爹给你的，他是不是不在了？你瞎说啥呢？当家的，你有啥事儿，你别老瞒着我，行不？我没瞒着你。哎，咱的孩子咋样了？他该踢你了吧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说的也是正经的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是不是和我一起进去礼佛呀？是神入庙来，是鬼归坟去。大师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。请讲。
太阳落山。他们不是都回去了吗？有一个人没回去。除了死人，该回去的都应该回去了。我说过了，有一个人没回去，不知他是成了神，还是成了鬼。庙堂无神无佛，鬼怪倒是有一些。我看见了。你既然知道佛门不清净了，那你还……我想来想去，除了大师你这儿，他不可能有第二个落脚的地方。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如果大师你能看见他，请我转告他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他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施主，你是不相信贫僧了？栏内香烛，栏外红尘，内外有别，大师也应有别。阿弥陀佛。鬼子又在打东庙的主意了。渡边正雄，他是准备老虎吃鹿死等。哥，你是说老首长躲在东庙里？不止一次了。昨天我只是猜疑，可是今天我就可以肯定。也就是说，渡边正雄和老首长竟然住在同一所庙里。已经不止一天了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，不然的话，结果只能有两个：要么困死，要么被俘。哥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最好的结果是把他送回山里，实在办不到，也只能是……哥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他毕竟是咱的老首长，他也是白姑娘的爸爸。可他脱离了组织，成了逃兵。哥，首长是看着我长大的。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？自从有了抗联，我就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的感情比你深。现在不仅是鬼子要找他，土匪要找他，李继、叶永年都在找他。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的前面把他找到。任务就是保护他，护送他，让他归队，不能出任何意外，包括首长个人也不能出现问题。就怕老首长跟咱想的不一样。必要时武装护送。张宝了，这不就是抓逃兵、押送归队吗？情况复杂，后果也许比这个更糟糕。我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，可是这次我的确是没把握。耿三儿来过，他终于来了。你不想见他们？耿三儿说的对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可我现在也回不了头了。你真的不想登岸了？我只想见到我的女儿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带着她远走高飞，过几天清静的日子。施主，你女儿已经是13省的人，要想见到你女儿，你就必须见她了。你想把我交给他们？你应该自己回去。施主，现在的东庙到处都是日本人，万一你落到渡边正雄的手里呢？那……
太君，卑职看您在庙里粗茶淡饭的，特意在外面给你弄了点吃的。不用了。是。大师，我要带他走。大师，要说感情，我对他的感情一点也不比你差。我现在代表的不是我个人，而是一个组织。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我代表的是抗联和全民族的利益。寺内寺外都是日本人，你怎么带他走？我能走得了，他就能走得了。他现在有伤，行动不便。我就是抬，也要把他抬走。他能不能归队？他现在和叛徒只差一步之遥了。将军阁下，寺庙外发现不明身份的队伍，可能是冲着将军来的，请将军马上离开。别慌，他们不是冲着我来的。这个庙里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命令外面的部队消灭他们，庙里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。嗨，走。五哥，不好了！庙里的鬼一个都没出来，谁都没想到。他们当然不会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谁保护渡边正雄啊？五哥，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，只能冲进去了。是啊，五哥，我们不能再耽搁了。赵云成立的增援部队马上就会赶到。继续打，弟兄们，越热闹越好。等等。当年鉴真东渡，历尽艰辛，本为弘扬佛教，传授戒法，以贵国的佛教高僧共同施善于天下。如今东渡之霞光已被战争的硝烟弥漫，终日施善敬佛之人，无不为你们的卑劣行径痛心疾首。痛心疾首啊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发现一条暗道，